走进现实生活，讲述离奇故事。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观看陈峰故事。江苏赣榆县有一个何姓人口聚居的村落，村民何自彩就和她的丈夫孙强才一块生活在这个村子里。家里虽然谈不上多么富裕，但生活却很有奔头，因为一儿一女都健康成长，而且成绩不赖。这个村民眼中的模范家庭，却被2012年开春后的一个电话彻底打破了平静，甚至整个何家村都沸腾了起来。开春是农忙的时节，也是很多新人置办喜酒的佳期。3月初，何自彩的妹妹忙里偷闲，去隔壁村参加了一场婚宴。还没散席，一个急促的电话打到了姐姐何自彩的家中。电话是何自彩接的，话筒里传来妹妹熟悉的声音。何自彩应了几声，接下来却听到了叫她差点心脏骤停的话：“姐，你那年生的丫头没有死。”妹妹寥寥几个字，雷的姐姐外焦里嫩。何自彩怔住了：“你说什么？你生的那个丫头活着里？有人看见了。”在二高庄村，电话那头是兴奋不已的妹妹，而电话这头则是惊诧的再也说不出一句话的姐姐。在这个坚强的农村妇女强大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块柔软的心结未能解开。在2个孩子之前，何自彩曾经还怀有一个女儿，这是一个命苦的早产儿，刚从娘胎里出来，没有来得及哭出声，也没有来得及睁眼看看这个世界的光亮，便夭折了。这么多年来，看着一点点长大的一双儿女，倍感欣慰的何自彩却常常转过身去，偷偷擦拭眼角的泪水。她无数次在心里感慨，要是他们俩的姐姐没有夭亡，凑一个幸福的5口之家，那该多好啊！初为人母，却横遭不幸。这件事何自彩没有告诉太多人，就连妹妹这样的少数知情人也尽量避免提及此事，让何自彩伤心。可是今天却怎么回事？妹妹要和自己开一个这样大的玩笑。面对姐姐何自彩的责问，妹妹撂下一句“我都有照片”，就赶了过来。原来同桌的一个客人闲聊的时候，打趣说：“村里某某家的抱来的丫头，不会是你女儿吧？”一边说，一边打开手机的相册，翻找出来了照片。“你看看，像不像你？”妹妹看到照片的第一眼就惊住了，她没觉着照片里的女孩有多么像自己，隐隐觉得她更像另一个人，跟她姐姐何自彩更像，不像她，像何自彩。对喽！围上来的宾客们看着照片异口同声，别人这么一喊，那位客人和何自彩的妹妹都反应过来了。照片里的女孩如果说跟何自彩的妹妹有几分相像的话，那与何自彩比起来可谓是一模一样了。何自彩的妹妹仔细端详着照片里女孩的五官特征，在脑中比对着姐姐的样子，最后几道菜还没上，她就忍不住起身，找了个僻静角落，给姐姐家打去了电话。席间的玩笑话，有几人会当真呢？如果妹妹当真了，那只能说明确实太像了。妹妹到来了，打开了手机，最上面的那条彩信，正是开玩笑的那个宾客发来的。哎呀，照片一打开，映入眼帘。何自彩终于禁不住喊叫了出来，她拍着妹妹的肩膀啧啧称奇：“是，长得特别像我。可是中国人口那么多，天底下无亲无故却长得像的人太多了，这个女孩真的可能是自己的丫头吗？”想着想着，何自彩的思绪不禁回到了2000年的那个深秋时节。2000年年初，何自彩开始恶心呕吐，逐渐隆起的腹部显示着她成功为丈夫孙强才怀了个孩子。本该在安心养胎的时候，
丈夫孙强才却出了岔子。在一次聚会饮酒当中，孙强才酒后与人起了争执，最后吵着吵着竟动了手，最终因为故意伤人，成功提得时长1年的窝头套餐。在丈夫服刑的这1年时间里，身怀6甲的何自彩因为没有了经济收入，还得挺着个大肚子下地干活。在本该摄入大量营养，保证身体健康的时候，她却几个月也舍不得碰半点荤腥。艰难的日子终于到了这年秋天，正在家里搞卫生的何自彩突然感到肚子一阵剧痛，预感到孩子将要提早出世，她赶快跑出家门，准备搭老乡的摩托车赶往镇上的医院。可是出了门，一摸口袋，囊中羞涩的何自彩又舍不得正规医院相对高昂的接生养护费用了。她竟然心一横，忍着剧痛走走停停，徒步到了何家村接生婆朱广花的家里。朱大姐，朱大姐，不行了！嘶吼了几句以后，何自彩就体力不支，伏倒在了朱广花家的门槛上。当时朱家人正在吃饭，听到呼救声，慌忙从厅房跑出，赶快就把何自彩扶到床上准备接生。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何自彩几乎没有任何印象了，她只记得自己在剧痛之下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迷迷糊糊中听见了耳畔有人和她说了句是个丫头，可是却好像根本没听见婴儿的哭声。等到何自彩的稍稍恢复意识，朱广花神色悲怆地对她轻声说道：“太小了，留不住。”这是委婉的说明，孩子出生后夭折了。在朱广花家的产房躺了2天后，娘家派人来把何自彩接回了自己家。从头到尾，她就没有看见过自己的女儿到底长什么样。被人问及为什么不要求看孩子一眼的时候，何自彩表示自己当时一点力气也没有，孩子只怀了8个月不到就出世了，自己这8个月里吃尽了苦头，所以接生婆朱广花说孩子没留住。自己虽然心痛，但也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后来娘家来人了，也只是把她接走了。至于女婴的遗体，娘家人也没有多问。当时她孤身一人，家里没有男人倚靠，处理夭亡的婴儿多有不便，如果没有特别交代，基本上就是默认由接生婆负责埋掉了。一想到这个，何自彩就十分自责。虽然自己对这个意外早产的女儿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但自己也只是听接生婆宣告了婴儿死亡的结论，自己并没有亲眼确定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细节，妹妹也是知道的。如今酒席上目睹了一张和姐姐夭折的婴儿差不多同时期出生、相貌酷似的女孩照片，很难不相信这其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一旦怀疑那个邻村女孩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越是去思索往事的种种细节，何自彩就越是笃定了这种猜想。脑中浮现起昔日朱广花在他跟前低语时的表情，何自彩甚至都开始觉得这个女人像是在撒谎，而心虚了。事不宜迟，何自彩姐妹俩立刻动身去了二高庄村，在旁人的指引下，隔着数米之遥仔细观察着。女孩的一颦一笑都入了何自彩的双眼，看着这个素不相识的女孩，何自彩差点哭出声来，在妹妹的搀扶下，才强装镇定，上前询问孩子的姓名。女孩天真烂漫，对于街坊四邻没有什么戒备心，大大方方地告诉何自彩，自己是村中李家的闺女，今年12岁，名字叫做小静。说完就蹦蹦跳跳和其他孩子到另一处玩闹去了。寻亲认亲之前，何自彩也是下足了功夫的。她和妹妹逢人就打听，
得知这个女孩小静口中的李家是二高庄村原村长李大良家。虽然女孩自称是李家的闺女，但是村民们都传说小静并非是他们亲生的，而是10多年前抱来的。确定了此女并非李家亲生闺女之后，何自彩立刻返回家中，给在镇上工地打工的丈夫孙强才打去了电话，嘱咐他赶快请个假回来。丈夫回来以后，夫妻俩一合计，既然疑似亲闺女尚在人间并未夭亡，这个消息都已经摆在了眼前，钻进了耳中，那就不能装作不知道了。如果是自己的亲闺女，那就是当年接生婆撒了谎，自己一定要上门问个清楚。登门拜访的那天，何家村也跟来了一些乡里乡亲，不知道是看热闹还是帮忙壮壮胆色。孙强才和自彩夫妻俩看着小静，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不速之客的到来，村长出身的李大良倒是礼数周到，把孩子支开去一边玩。以后他坦言，这个女娃对外名义上是寄养在他家的外甥女，实际上却是自己的媳妇，在10多年前捡来的。没一会儿，得知邻村有夫妇找上门来，李大良的媳妇也匆匆赶回了家里。她说，事情确实如丈夫所说的那样，女孩小静是她12年前在路边捡到的。当时的小静被一团布包裹着，放在一个纸盒子里。她路过，意外发现了盒子里面刚出生的婴儿，于是就把这个弃婴抱回家了。何自彩夫妇还想再看看小静，可是孩子却一直没有再出现。李家人纷纷开枪，说那个年头被遗弃的女婴多得很，不一定他们捡来的女婴就是何自彩夫妇的孩子。更何况，既然当时孩子生下来就没了，怎么可能还长到12岁呢？别人酒席上开玩笑这么说了一嘴巴，你们夫妻俩就给当真了，还真跑上门来。眼看着何自彩夫妇欲言又止，似乎是不肯放弃的样子，李家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阴阳怪气起来。怎么两个大人做事情像小孩子一样好笑？我们二高庄村人脾气好，换了别人家已经抬起扫把赶人了。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何自彩夫妇只好悻悻而别。回到家以后，孙强才也忍不住了，他看见那个女孩竟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近感。何自彩更是一看见那个女孩小静，胸口就跟过电一样。可是李家人显然不希望自己再去确认一番，如果再上门，怕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就在夫妻俩为此事该如何收拾而唉声叹气时，邻居的一句话却让夫妻俩选择了报警。你两个还不知道吧？那个村长家的媳妇就是接生婆朱大姐的妹妹。据邻居所知，李村长的媳妇名字叫做朱广业，而当年给何自彩接生的接生婆则叫做朱广花。这摆明了年纪大点的朱广花是姐姐，那个朱广业就是妹妹吗？夫妻俩心头猛然一震。经过一番打听，果然接生婆和李家媳妇的关系正如这位邻居所说的那样，是一对亲姐妹。既然如此，那么很有可能当年自己所谓夭折的女儿生下来以后并没有死去，而是被接生婆朱广花交给了自己的妹妹朱广业抚养。那一天临出门的时候，二高庄村的李村长还振振有词，我家就不缺孩子，我自己就有2个儿子，孙子孙女都有。想到这，夫妻俩气不打一处来，真的难以相信天底下竟然有这样歹毒心肠的人，竟然在接生的时候把别人家的孩子骗走。于是愤怒之下，夫妻俩向警方报案，指控朱氏姐妹合谋拐卖人口。何自彩夫妇报案以后，民警上门调查，李大良一家
根本没想到，看着老实巴交的邻村夫妇，竟然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警车一进村，何家村、二高庄村，甚至邻近的几个村就都沸腾了。村民们一传十，十传百，手上没活的都赶来看热闹。面对警察叔叔和乌泱泱的乡里乡亲们，李家人闭门送客这招就不管用了，只能积极配合调查。警方先给相关人员都录了笔录。朱广花坚称，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因为这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产妇何自彩当时身体虚弱，所以他对他说完这个噩耗，就把孩子找了个地方埋了。可是当警方提出要去埋葬地点查看一番的时候，朱广花却推说年纪大了，已经记不清具体的地点了。朱广业也矢口否认孩子和何自彩有关系，更否认了孩子来源是负责接生的姐姐朱广花。他坚持说孩子是在路边一个纸箱子里捡到的，因为心软见不得受苦的弃婴，所以抱回了自己家里养着。长得像是长得像，天底下哪有这样巧的事情，我偏偏就捡到了他家的孩子。朱广业对于何自彩夫妇的兴师问罪的怒气写在了脸上。做鉴定，鉴定下就知道了。是啊，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就连围观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了 DNA 亲子鉴定的权威方法。在村中舆论和警方面前，以朱氏姐妹为代表的李家人也不得不对这个自证清白的方法表示认可。半个月以后，亲子鉴定的报告出来了，果然长得那么像何自彩是有原因的。小静的确就是何自彩的女儿。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朱氏姐妹的谎言也不攻自破了。相比之前表现出来的委屈和愤怒，李家人的强硬姿态在一沓白纸黑字的4纸面前软了下来。我是看见娃娃早产很难养活，何自彩家里男人又不在，一个人日子很难。接生婆朱广花坦白了，当时孩子并没有夭折，只是因为早产和营养不良，生下来又干又瘦。自己之所以欺骗何自彩说孩子留不住，是希望帮助他减轻负担，这才谎称孩子已经夭折了，转手就报给了自己的妹妹朱广业。朱广业则打起了感情牌，称自己一直想要个女儿，让姐姐帮忙看看谁家有不要的女孩，如果有就抱来给她养着。于是就得到了何自彩夭折了的女儿。朱广业说，为了给虚弱瘦小的弃婴治病，他自掏腰包花了不少钱。为这事儿，家里人没少和他争吵，可是他觉得自己的是在做善事。后来万幸，女婴健康成长，于是就当作自己的闺女养了。因为确实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对外则说是外甥女。他承认，他知道孩子亲生父母是何家村的，但不知道具体是哪户人家。这些年，他也总是禁止小静出村去玩。当警方通知朱氏姐妹，他们主观上对何自彩隐瞒了亲生女儿尚在人世的信息，涉嫌拐卖人口犯罪的时候，朱氏姐妹当即害怕了。李家话事人李老汉则表态，你们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孩子养这么大了，我们对他好不好？你问孩子呀，没有恶意的。案件真相大白，何自彩、孙强才夫妇的亲生女儿根本没有夭折，一直都在他们家5里之内生活着，如今已经是12岁的小姑娘了。朱氏姐妹因为涉嫌犯罪，被警方控制了起来，进入了法律诉讼的流程当中。可是这起案件里，被蒙蔽12年之久的何自彩是受害者，而同样被欺骗着长大的小静更是一个受害者。小年纪，在李家生活成长了12年，突然被告知亲爹亲妈是隔壁村的，
这对于幼童的心灵来说，该是一个何等的晴天霹雳啊！为了安抚女童，使她接受亲生父母，警方甚至请了心理专家来帮忙疏导开解。李家人也不希望朱氏姐妹锒铛入狱，因此愿意给予何自彩夫妇一定的补偿。考虑到孩子总算是找回来了，而且也长这么大了，夫妻俩心一软，最终两家人还是实现了和解。朱氏姐妹因为涉嫌拐卖人口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但因为主观上没有拐骗孩童的恶意，将女童妥善养育长大，且最后取得了何自彩一家的谅解，最终被法院判处缓刑。经过一番劝慰，小静总算是也不哭了，眉头也舒展开了。节目的最后，小静选择了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居住，但在李家的弟弟妹妹们也欢迎她随时回来找他们一起玩。对于小朋友们的愉快约定，何自彩和李大良两家大人们也在一旁表示尊重孩子们的决定，就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办。或许亲情、友情会因为真相的浮出水面而慢慢淡漠，但我们都真诚地希望这个不幸的孩子能够在两家和解的友好氛围里长大成人，拥有一个乐观豁达的心境，处理好养父母和亲生父母的关系。也祝愿两家善良纯真的孩子们此生幸福。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